过年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我们过去讲过很多关于 LK99 室温超导相关的论文现在可以说 LK99 呢在短期内很难再有热点了，可能会持续到美国物理学会 APS 年会，然后呢会有一个小的热点。APS 上至少有8场和 LK99 相关的报告，其中就有韩国蔚山大学的 LK99 薄膜导电性的这个报告。这个消息让当时的导派网友是着实兴奋了一把。看来 LK99 做成薄膜实现低电阻是真的。我个人倾向于是真的。戴燕呢也觉得是真的他还在知乎上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今天我们介绍一篇关于这个超导薄膜研究的先锋论文，发表在 Archive 上，2月14号新鲜出炉这篇预印版的编号是 2402.09208。论文的标题是拓扑绝缘体锰 BD 薄膜中超导性和反铁磁性的共存。论文的一作是袁伟，应该是北大毕业的，现在滨州州立大学可能是访问学者吧。通讯作者呢是常崔祖，这是一位渡劫期的大佬有经验的科学家，他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物理系的。常教授他研究呢集中在拓扑绝缘体和量子异常霍尔效应等领域，他的工作呢对于理解和利用新奇量子物态具有重要的意义。论文的作者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机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物理系这是论文主要的研究实验和分析所在地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呢是一所享誉全球的研究型大学，物理系特别是在凝聚态物理和材料学领域还是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其他的机构还有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材料研究所、保罗谢勒研究所低能缪兹谱学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中子研究中心、美国国家高磁场实验室。这个论文的团队成员具备强大的跨学科的学术背景，能够在理论物理、实验物理、材料科学以及先进的测量技术等多个方面进行合作研究。所以这种跨领域的合作才是探索复杂量子材料新奇物理性质的关键我们来看看这篇论文的 abstract 到底讲了什么。这篇论文的摘要它讨论了由2种反铁磁材料组成的异质结构中超导性和反铁磁性的共存。这2种材料分别是内在反铁磁拓扑绝缘体和反铁磁铁硫化物。研究通过 MBE 就是分子束外延生长在这些异质结构，并通过电疏运、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光谱测量来研究它们。这次测量揭示了界面诱导的超导性。这项研究的发现促进了对于混合装置中拓扑超导相的理解，并给探索基于锰 BD 的异质结构中的手性马约拉纳物理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平台，这对量子计算来说是重要的。那上面讲的2种反铁磁材料组成的异质结构中的超导性和反铁磁性的共存，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必须用 MBE 就是分子束外延来合成吗？是的。那这篇论文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分子束外延 MBE 技术合成了由2种反铁磁材料组成的异质结构。这2种材料分别是内在反铁磁拓扑绝缘体锰 BD 和反铁磁硫化物铁 D那这异质结构是在高真空条件下这种商用的 MBE 腔室中生长的使用了这个铬氧化钛作为绝缘衬底。衬底呢首先在约80度的去离子水中浸泡2个小时，然后放入约 4.5% 的稀释的盐酸溶液中再处理2小时，之后呢在流动的高纯氧气中管式炉中烧结约974度 C 3个小时，以此处理衬底表面，使其呢被动化展示出良好的重构。接着呢将经过热处理的
铬三氧化钛的衬底呢装入 MBE 腔室，并在约600度下脱气约1个小时。那高纯度的锰 BD 铁从库茨森效应单元蒸发而来。那这个铁地和锰 BD 层的生长温度呢，分别是340度和270度。这个铁地层和锰 BD 层生长速率呢，分别为 0.3 UC 每分钟和 0.2 SL 每分钟。通过使用这个扫描电镜和原子力显微镜测量抑制结构的厚度来校准。研究者通过 X 射线衍射、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角分辨率光电子能谱和电输运测量来证明这些抑制结构的超导性质。XRD 测量显示了清晰的锰 BD 和铁地层以及这个铬三氧化钛衬底的峰证实了抑制结构的高结晶质量。那 STEM 测量展示了锰 BD 层的高度、有序的 SL 结构和铁地的3层结构，显示了原子级的锐利的层面那角分辨率光电子能谱它的测量呢，在不破坏这个超高真空的情况下呢，从 MBE 腔室转移到了这个角分辨率光电子能谱的这个腔室进行，用来分析抑制结构的电子结构。电输运测量通过在计算机控制的探针站上将锰 BD 和这个铁地抑制结构划伤成霍尔条形几何形状来进行，有效面积呢是为1毫米乘 0.5 毫米。电接柱是通过在薄膜上压这个烟球来实现的。通过这些测量呢，研究者证明了在2种在反铁磁层堆叠形成的抑制结构中的超导性和反铁磁性的共存。那作为导派网友那第一个觉悟就是先问，材料观察到了麦斯纳效应或者零电阻吗？论文中确实提到了类似麦斯纳效应的超导性行为，特别是在讨论这个高磁场下的这个电输运测量的时候，在温度约为 1.5 K 的时候纵向电阻 RXS 保持在0，直到磁场强度达到 32.8 特斯拉。随后RXS 迅速增加，接近45特斯拉的时候呢，返回到正常状态。这种行为就表明了在这种特定的温度和磁场强度下呢，这个锰 BD 和铁地的抑制结构展现出超导性质。其中它的电阻力的零值可能与超导态麦斯纳效应相关。但是这篇文章没有直接提到麦斯纳效应这个术语也没有，而是通过电输运测量间接指出了超导效应的存在。所以我们之前呢是有不少的这个导派论文是吧，都是试图从麦斯纳效应推出零电阻。那这个其实也成立但不如这个来的更直接，从零电阻直接推出超导态。另外这个薄膜在强磁场 32.8 特斯拉仍然能保持超导性，这个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它的这个超导临界温度 TC 还是太低了1.8 K， 说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这种材料的超导临界温度，那么它在商业中的这个应用价值还会非常大的。高的临界温度意味着这种超导材料呢可以在更高的温度下进行，它就降低了制冷成本。这对于实际应用中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那种需要大量的或者这种高强度磁场的场合，比如说 MRI 是吧？前面提到这种材料在高达 32.8 特斯拉的强磁场下保持超导性，这确实展示出了它的高磁场应用中的这个潜力。因为大多数超导材料它的超导性在远低于这个磁场强度下就会被破坏，所以这种高磁场下的稳定性是研究和工业应用中的极为这个重要的特性特别是就是在那些需要超高磁场环境下的先进技术领域。当然要实现这种材料的商业化应用除了提高它的这个 TC 之外还需要考虑到成本、制造工艺可扩展性、长期稳定性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果这些挑战能够被克服，那么基于
这种新型超导抑制结构的技术啊，将对许多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呀，成熟的这个异倍同氧它的超导体相比呢，这个还是差了很多。异倍同氧啊，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都展现出了极强的、极高的这个磁场临界值。对于垂直于氧化铜平面的磁场啊，那么异倍同氧能够在高达120特斯拉的磁场中保持超导性。对于平行于这个氧化铜平面的磁场呢，这个数值甚至高达250特斯拉。所以这些数据啊，就指出异倍同氧超导体是在极高的磁场下的应用潜力，特别是那些需要超强磁场环境的这种应用场合啊。当然了，下面说的这个异倍同氧超导体，它的超导性质和它含氧含量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当氧的含量在特定的范围内啊，就是 0.5 到0之间的时候呢，异倍同氧呢才展现出超导性。它的超导转变温度啊，最高可以达到95开啊，这个温度是远高于液氮的沸点的，是77开，对吧？这使得异倍同氧啊成为第一个在液氮温度以上成为超导体的这种广泛使用的材料啊。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呀，就是我在 MP 平台上找到的这种两种材料的晶体结构，但是我只找到了这个锰 B 和这个铁 D 啊，没有找到这个锰 BD 的结构，所以我只是做了个演示。具体的结构呢，还要看论文图片。那论文中提到啊，两种材料薄膜的叠加，那这两种材料的这个薄膜的晶体结构它有什么特点呢？它叠层的时候，这个结构之间的角度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和那个石墨烯那样会有一个磨角呢？在这个论文中啊，这个锰 BD 和铁 D 薄膜的晶体结构呢，具有独特的特点。这两种材料啊，都是层状材料，但是具有不同的这个晶体结构啊。也就是锰 BD 啊，它是菱形的矿物结构啊，铁 D 呢为四方结构。但是这个锰 BD 的晶体结构啊，是由这个DB D 锰 DBD 7层组成的啊，可以视为将这个锰和 D 双层插入到这个 B 和 D 这个5层中。在它的这个尼尔温度啊，在24K 以下的这个锰 BD 展示出层状的反铁磁序，这是由于两个锰的子晶格内的锰原子在每个 SL 内呈现铁磁耦合，但在相邻的 SL 间呈反铁磁耦合。而这个铁 D 的每个单元格 UC 啊，是由2层的铁原子加着1层的铁原子组成，所以铁原子在铁方格晶格中的对角线排列，形成双线性的反铁磁序。所以这个铁 D 的反铁磁序呢，形成的伴随着从四方向到单斜向的这个结构相变。它的尼尔温度呢，大概在60到70K 范围之内。所以这两种材料增加的时候啊，尽管它们具有不同的晶体结构和对称性啊，但是通过交叉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 STEM 测量呢，揭示了这个锰 BD 和铁 D 之间大概有15度，这个平面旋转角度，表明啊，它们之间的晶体结构呢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结构的错位啊。那么这种错位和角度关系可能会对它们界面处的电子性质和超导性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考虑到界面诱导的这个超导性的时候啊，所以和我们想象的差不多啊，有个特殊的角度，而这个角度呢，就决定了它的一些特殊性质。那论文的结论部分就指出啊，通过使用这个 MBE 技术合成的锰 BD 和铁 D 抑制结构，展现了两种反铁磁材料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出现的界面诱导的超导性。那这个发现证明啊，在锰 BD 层中的这个超导性和反铁磁性的共存，并且发现界面诱导的这个超导性在锰 BD 和铁 D 抑制结构中的临界磁场非常大，而且几乎是各项同性的。这可能是超导性和反铁磁性共存的关键条件。通过电疏运和这个 STEM 测量啊，研究团队演示了锰 BD 层中内在的反铁磁性和通过近邻效应诱导的超导性的共存。很多朋友觉得呀，我们已经看惯了室温超导，你给我整个零下200多度的这个超导，你有意思吗？
还是有意思的啊，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主流超导研究的内容。不出意外啊，我觉得这篇论文上 PRB 甚至上 APL 问题不大。那这项研究的影响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啊，在基础科研究方面啊，这项研究呢深化了对意质结构中这种新奇的量子态，特别是超导性和反铁磁性共存机制的理解。它为探索复杂量子材料的这个物理性质啊，就提供了新的实验平台。在拓扑量子计算方面呢，锰 B 地和铁地的意质结构啊，因为它特殊的量子态和较高的临界磁场啊，为研究手性的马拉纳费米子提供了有前景的平台啊。这些粒子啊，在拓扑量子计算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因为它们对局部扰动啊表现出非常强的这个鲁棒性。在材料科学和器件应用方面啊，高质量的锰 B 地和铁地意质结构的成功合成啊，展示了通过精密控制生长条件来调控材料界面性质的这种可能性。这不仅对呢，研究基础物理现象重要，也为设计新型的量子器件和材料提供了新思路。在未来研究方向上啊，这项工作也揭示了需要进一步的这个实验和理论研究来阐述超导性和反铁磁性共存的这个详细机制，尤其是在高磁场和低温条件下，这可能会激发更多的关于复杂量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研究，推动量子材料和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总之吧，这项研究呢，不仅在物理学领域提供了对新奇量子态的深入理解啊，也为未来的技术应用啊，像量子计算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视频。由于假期里边啊，这个保姆回家了，家里老人需要24小时照顾啊，今天啊，所以以后呢，可能就是不定时更新。另外，因为这个校审的时间比较短，错误是在所难免啊，希望大家见谅，再会。